人每天从飞机上醒来都会梦到女儿出车祸的场景，而女儿每次出车祸，她都是晚到了一步。老金是个有名的海归医生，这天他如往常一样从飞机上醒来，当前时间为上午9点58分，一个漂亮的空姐前来要签名，老金没有拒绝，并与她合了张影。可就在两人下飞机时，老金一转头就看到一个被糖果卡到的男孩，随后他便奋不顾身地赶了过去，开始用手不断拍打男孩的后背。老金的见义勇为瞬间迎来了周边群众的掌声，接着来到发布会讲述自己在海外的工作，无意间却提起了3年前奄奄一息的女儿，这是他最不想回忆的事。采访结束后，他告别同事，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女儿自己回来了，并与她约定好中午12点在公园见面。老金满心欢喜地开车赶去，却在出高速结账时，收银员一不小心把硬币弄丢在地上，可这并没有影响老金见女儿的心情。接着老金经过一处红绿灯，竟发现这里刚刚出了一场车祸，他急忙下车赶去营救，好在司机系了安全带没有大碍，但后面的乘客却不幸身亡。忙活了一阵后，老金这才想起自己的女儿，于是慌忙拨通了电话，可电话的那头却传来一个陌生人的声音，而且不断在耳边回荡。突然他转头一看，手机竟在一位穿橙色衣服的人手上。老金不敢相信，他多么希望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不是女儿。随后老金冲过去，当掀开白布的那一刻，老金的内心彻底崩溃了。看着女儿被拉走，他不敢相信。然而这个漫长的一天才刚刚开始。没过一会，老金在伤心中醒来，却发现自己仍然还在飞机上。他立马松了一口气，发现原来只是一场梦。但就在这时，那个空姐还是走了过来，并开始向老金要签名。起初他并没有在意，认为这只是个巧合。可就在他下飞机时，先前的那个男孩又出现了。老金这才意识到不对，但身为医生，他还是救下了男孩。接着来到发布会，没想到就连记者提问的问题都如出一辙。思考再三，他慌忙来到车上，赶紧给女儿发去一条信息，询问女儿在哪里，自己马上去找她。此时的老金还是不肯相信，直到收银员掉下硬币的时候，老金这才半信半疑。随后他立马发动汽车冲出高速，果然那辆事故车停在了路边。这次他没有先去救司机，而是缓缓地来到另一边，看着围观的群众，还有地上留下的手机，老金扒开人群，接着便跪了下去，因为地上躺着的正是自己的女儿。但就在这时，时间再次回到了飞机上，恰巧定格在9点58分。男人刚从飞机上醒来，就露出了一脸恐惧的表情，接着快速抢过男孩手里的糖果，向着停车场狂奔起来。来到车上，他急忙给女儿发了一条短信，告诉她换个地方见面。可女孩非但没听，反而执意前往了约定的地点。挂掉电话后，老金再次打了过去，但这次女儿并没有打算接听。随后他快速冲出高速，却在途中遭遇了堵车。等老金赶到时，却还是晚了一步。老金悲伤地低下头深思，可突然他这才发现时间又回到了9点58分。老金再次来到飞机上，这次他没有犹豫，发现过往是自己耽搁了时间，接着马不停蹄地开车赶了过去，但这一次却因躲避路人导致撞车。待老金赶到时，女儿的尸体早已被拉走。没过一会，却再次回到了那个时间起点。当他来到现场后，第一时间赶到了出租车上，然后拿起司机的电话记下了他的号码。但遗憾的是，当他回到起点，司机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。有了堵车经验的老金，这次选择了超近道前往。这一次他及时赶到，开始在车里拼命按下喇叭。女孩看了看赶来的父亲，时间恰巧来到了12点。不出意外，他还是没能躲过那辆出租车。老金亲眼目睹了女儿死亡的全过程，接着他慢慢走过去，开始抱怨自己为什么总是慢了一步，为什么每个结局都一样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抓起他不断询问，说为什么他每次都在现场。原来阿光也陷入了这场循环，因为出租车上的乘客是他的妻子。起初的阿光也以为是个梦，与老金的遭遇一样，每次赶到时都没能挽救妻子，一次次的循环，直到他看见了老金。老金幡然醒悟，于是在时间倒退时留下了阿光的电话。随后两人在12点前约定见面，开始制定拯救计划。老金说，如果能阻止阿光的妻子上车，他就不会出现这场事故。阿光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只要能找到妻子就可以避免车祸。紧接着两人再次回到起点。老金在下飞机时，当着记者的面告诉女儿，约定的时间地点改变，可遗憾的是每次都会晚上一步。另一边，阿光拿着一块石头来到警局门口，然后毫不犹豫地砸在了自己头上，并向警察谎称是那辆出租车撞到他后逃逸，提供车牌与事发地点后，警察立马展开搜索。眼看时间马上来到了12点，他万分焦急，试图抢夺警察手里的对讲机。随后警察赶到阿光说的地点，却唯独没有发现那辆橙色出租车。接着老金也赶到了现场，却没有看到之前的一幕。原来女儿看到了他的广播，正在赶往约定的新地点。看到女儿没有出现，他高兴至极，告诉阿光他们得救了。就在老金赶到公园时，警察在附近发现了那辆橙色出租车，不料当司机看到他们后，却急忙踩下油门扬长而去。老金通过电话找到了女儿，却从阿光口中得知那辆出租车再次出现，并从警察的眼前逃走。老金意识到不对，接着加快了脚步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
老金这才发现这场车祸是有预谋的，紧赶慢赶下，他在公园里看到了女儿的身影。可没想到的是，那辆橙色出租车也出现在附近，来不及犹豫，他边喊边冲向女儿，但下一秒，此时的老金已经陷入了时间循环，不管自己怎么做，女儿都会被宣判死亡。陷入这场循环的还不止他一人。当阿光赶到时，却发现妻子也在车上，而且脖子上明显出现勒痕。事实证明，妻子在上车前就已经被杀害。为了查清真相，两人分头行动。老金在与司机对话的那一刻，想起了3年前的某件事。当时女儿身患重病，急需心脏移植，本来联系好的家属，却突然选择了拒绝捐赠。此时手术迫在眉睫，恰巧医院里来了一对出车祸的父子，男人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，男孩也被检查出脑部受损，醒来后也只能是个植物人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老金因担心女儿的安危，在男人昏迷时按下了捐赠手印。可巧的是，阿光在当天也出现在同一座医院里。原来当天晚上，阿光开车回家，因为下雨视线比较模糊，恰巧一辆汽车从对面行驶而来，他急忙猛打方向盘，迅速躲避，但下一秒，身后却传来汽车的碰撞声。身为救护人员的他没有犹豫，慌忙带着车上的两人赶往了医院，这才与老金相遇。而老金的女儿也及时得到了救治。3年过后，出租车司机强哥一直为这件事耿耿于怀。他查明真相，觉得害自己家破人亡的凶手就是两人。偶然间，他在电视上看到了海归的老金，于是这场复仇计划也就此诞生。老金找到了强哥的家里，在桌子上看到了男孩的照片，他幡然醒悟，极为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。随后阿光找来，怒斥老金如果当初没那么自私，就不会造成妻子死亡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那晚如果能开车小心一点，就不会造成车祸，强哥父子也不会被送进医院。这一天再次循环，阿光试图在强哥之前找到妻子，可每一次都晚了一步。而老金知道情况后也悲伤不已，他再次看到了那个被糖果卡到的男孩，本想一走了之，见死不救，但看到女人的表情后，他还是伸出了援手。可自己的女儿要怎么拯救？老金再次找到阿光，告诉他自己会当着强哥面给他道歉，并请求他的原谅。但人死不能复生，强哥儿子的命不是一个道歉就能复活的。就这样，两人不断在这一天循环往复，直到阿光率先找到了妻子的线索。他快速打给老金，说只要提前杀掉强哥，就可以阻止车祸。可奇怪的是，当老金救下强哥后，这一天的时间却延长了半个小时才回到7点。老金这才明白过来，只有强哥不死，才能将这一天彻底结束。接着两人再次醒来，老金慌忙打给阿光，告诉他不要杀掉强哥。可阿光早已来到强哥的身后，两人各自带着怨恨在车里展开殊死搏斗。突然，强哥抓起档位杆，一个加速直接将阿光甩了下去，然后一脚油门冲向了那个熟悉的地点。此时老金及时赶到，一个转弯挡在了女儿的前面，瞬间出租车飞到半空，在上方画出了一道弧线。老金救下女儿，再次折返了回去。他准备救下强哥，弥补之前所犯的过错。但就在这时，阿光开车赶来，径直地撞向了强哥。好在老金及时把他拉走，这才躲过一劫。可阿光仍不肯放弃，下车后掏出匕首。老金见状拼命阻拦，可却一不小心被匕首划伤。阿光看到后幡然醒悟，这才停止了杀掉强哥的举动。紧接着，强哥看到女孩，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她的身边，在女孩的身上，他突然看到了儿子的身影，随后将她搂入怀中。不料附近被撞翻的汽车燃起火花，下一秒，时间再次回到了7点，三人的恩怨纠葛似乎在上一场爆炸中化解。这一次，强哥赶到公园，停下车看向了女孩，而阿光在失望中也提前看到了妻子。原来强哥放弃了复仇，当老金下飞机时，依然救下了那个即将被糖果卡到的男孩。公园内，强哥与女孩坐在一起，回忆着照片上的那个男孩。此时的他也终于想通，就让这个女孩替儿子继续活下去吧。另一边，老金下了飞机后，当着媒体的面承认了那段错误的往事。影片至此结束。